在《甄嬛传》中，华妃这一角色可谓是让大家又爱又恨。她对大胖菊一片真心，但是却被他算计致流产。那么大家有没有遗憾过，当初华妃有孕的时候，胖菊明明还只是个王爷，并没有确认可以登基为帝，为何他就要迫不及待地对华妃下手？胖菊不仅害死华妃的孩子，还赐她欢宜香，导致她终生无法有孕。这背后究竟有何缘由？华妃临死之前对甄嬛说过：“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由此可知，华妃当初还在王府时有过一次身孕。她一直以为是端妃设计害她，但是其实从太后与大胖菊的一次谈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当时甄嬛在翊坤宫罚跪至流产，皇儿，小珠，皇儿，小珠，太后便说起一事：当年年妃有孕，儿子不得已杀了自己的孩子，焉能不痛？当年的事，既然借了端妃的手，端妃也接了这个黑锅，就不要再去想了。由此可见，华妃当年之所以会流产，是因为胖菊和太后的算计。端妃不过是帮他二人顶锅的，但是华妃若是在胖菊继位后有孕，胖菊这样提防她还情有可原。为何当初胖菊明明只是一个王爷，也并没有确定会登基，胖菊就对华妃下死狠手？这就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温熹贵妃。这位温熹贵妃在剧中并没有出场，因为她已经去世。温熹是胖菊的父亲康熙的妃子，她也是清朝唯一一位有谥号的贵妃，可见康熙有多宠爱她。但是根据太后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这位温熹贵妃可不是什么好人。哀家看着年妃，很怕年妃会像当年的温熹，幸亏她没有子嗣。太后把温熹贵妃与华妃相比，正是因为当年的温熹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而鄂必龙就是以军功起家，一如华妃的哥哥年羹尧。同时，先帝又十分宠爱温熹，他还育有一子一女，所以温熹在后宫中气焰十分嚣张，还纵容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敦亲王参与夺嫡。这样的行径使得朝堂不宁，后宫不安。敦亲王当初可是8个一派，而敦亲王在胖菊登基后，对胖菊还是十分不敬。可想而知，当年的太后与胖菊一定也经常被温熹贵妃母子欺压。正是因为他们深刻体会过一个有家室有子嗣的嫔妃对朝堂的威胁有多大，所以之后他们为了皇位不得不拉拢年羹尧时，才会考虑到华妃的威胁。偏偏年羹尧还不是一个低调的性格，他嚣张跋扈，这样的臣子，胖菊不敢不忌惮。胖菊很明白，夺嫡固然重要，夺嫡之后如何维护皇位的稳定也至关重要，这一切都得从长计议。但是他又确实喜爱华妃，所以在得知华妃有孕后，他也欣喜万分过。但是胖菊不得不考虑到将来，所以华妃说过：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在胖菊慢慢变得不高兴时，就是他在纠结到底要不要除掉华妃肚子里的孩子。最后胖菊也的确做出决定，他让端妃送去一碗堕胎药，最终让华妃流产。除了因为有温熹贵妃这个前车之鉴，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胖菊当皇帝已经是大势所趋，太后出身乌雅氏，与乌兰那拉氏家族同气连枝，于是太后便从乌兰那拉氏家族挑选出适龄女子嫁给胖菊。但因为当年的胖菊不受先帝宠爱，家族就只是选择一个庶女进府，这就是后来的宜修皇后。之后胖菊势力渐大，太后便决定让嫡女也入王府，以进府陪伴怀孕的庶妹为由，纯元来到了雍正的面前。在一次宫宴上，果子狸看见宫宴上有红梅，于是便问起了皇后：今天怎么把红梅摆上来了？可见宫中对于红梅有忌讳。皇后无奈地回答：华妃不知情，宫宴的布置是华妃安排的。
这其实是因为红梅是纯元皇后当初最喜欢的花，而华妃却浑然不知，且她入府后盛宠不衰，要是纯元还活着，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见华妃入府是在纯元去世后，而在纯元入府时，胖菊的势力就已经壮大。如果胖菊还只是个不得宠的皇子，年羹尧是不会让自己妹妹嫁给他的。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出，在华妃有孕时，胖菊离皇位不过是一步之遥。既然如此，胖菊又怎么会不考虑以后的事儿？况且争储之事瞬息万变，华妃在这关头有孕，也不知是福是祸。就算当时局势并不明朗，胖菊也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胖菊的一切谋算都是以她能当上皇帝为前提。毕竟大家也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无法成为数学家，就在上学的时候不学数学吧？毕竟不学就没书读呀。皇家争储也是一样，皇子若是争储失败，就很容易失去性命。胖菊知道事已至此，自己必须做成皇上，才能保住自己，保住亲族血脉，所以他的打算都是建立在自己当上皇帝后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他才会如此着急地对华妃下手。那么胖菊还没有登上皇位就杀掉自己的孩子，他难道就不会后悔吗？万一他没当上皇帝呢？我们姑且不论胖菊争储失败后会落得什么下场，胖菊如果没当上皇帝，以后再和华妃生就是，又不是这个孩子没了，华妃就再难有孕。相信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那欢宜香呢？欢宜香可并不是速效药物。太后说过，这个东西每日所用的分量不重，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见效。由此可知，欢宜香需要长年累月点着才能见效。但是华妃之前在王府有过身孕，可见她并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使用欢宜香，所以我们不难猜测，应该是在大胖菊确定自己能够登基后，她才决定把欢宜香赐给华妃，以绝后患。胖菊之所以在还没有登基时就下手让华妃流产，是因为已经有温熹贵妃的前车之鉴，也更因为那个时候一切局势都比较明朗。胖菊从参与夺嫡开始，所有决策都是以能当上皇帝为基础的，所以他不得不防，不得不为将来做打算。所以在确定夺嫡成功后，他才会果断赐下欢宜香，让华妃再无有孕的可能性。